这里是东南亚，我叫林凡。3年前怀揣着发财梦来这里打工，结果被炸断所有存款后，分配到这黄巴金矿当黑工。黄金？妈的，快点，快点！都他妈的快点挖！听到没有？快点干！快点干！都他妈的快点挖！哎呀，我操！操妈的！看什么看？帽子，挖到金子敢不上交，找死！林凡挖到金子，哎呀，这下可真狠！这下林凡惨了。看什么看？都动起来！拿子弹！天然金条，重量11克。怎么回事？我竟然一眼就能知道金条的重量？这些难道是藏在地底下的金子吗？我这是觉醒了透视眼！哎呦我操！妈的大雾彩，给老子在这儿装傻是吧？哎呀，沙哥，您别生气，他这2天感冒发烧，脑子慢，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操！哎，就你他妈的会说话是吧？再有下次，老子弄死你！看什么看？抓紧干！哼，都动起来！没事吧，老马？我没事儿，你以后啊少招惹那个沙东，要不然连命都没了。干活吧！呸！天然精力，重量3.6克。怎么回事？我竟然能够吸收金子中的能量，而且吸收了能量之后，我的眼睛看地底的金子也更加清晰了。林凡，你运气不错嘛，竟然又挖到金子了。哎呦，狗屎运啊！这矿下有货。妈的，快点！我操，力气真大呀！我操，我的力量也变强了，感觉这一铲子下去能铲死一条龙。哎呀，差不多得了，林凡，你已经挖到2次黄金了，难不成你还能再挖到黄金呢？就是，我们这些矿奴啊，一天能挖出来1颗小金豆就不错了。林凡，你难不成还能挖出黄金呢？我去！林凡又挖到金子了！我操！林凡，你难不成还能挖出黄金呢？我去！林凡又挖到金子了！我操！牛逼呀！厉害呀！哎呀，林凡，凡哥，你是不是有啥门道啊？你要不教教我们哥俩？我这门道呀，你们学不会。耶，他能有什么门道啊？不就是走狗屎运吗？难不成你还能再挖到黄金？林凡又挖到金子了！这！快点儿，抓紧时间挖！林凡又挖到金子了！我操！我去，这！我去！天然黄金，重量13克。哎呀，林凡，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挖这么多金子，这得值1万多吧？哎呀，这值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啊？咱们俩的身份呀，是这矿场的黑奴，这些金子呀，到时候都得交给矿场。说的也是啊，你赶快把它交给沙东吧，要不然让他发现了，又得倒霉了。要是我能把这些黄金藏起来就好了。啊，我金子呢？金子，快出现！难道说我是吸收了黄金中的能量，就觉醒了体内空间的异能？太好了，有了这体内空间，以后在黄巴矿场挖出多少黄金都是我自己的了。嗯，这么晚了，沙东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妈的！虽说我是这黄巴矿场的负责人，但说到底还是白家的一条狗，连个自由出入的权利都没有。等过几天休假了，
我就把这些黄金全都带出去给卖了。我去，天然黄金重量120克。这白天的时候沙东拿了我11克的金子，晚上竟然给我送来120克，这狗东西还挺好心的。哎，不对呀，这沙东竟敢私藏黄金，这要是让白家知道，一定不会轻饶他。我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让白家的人给他干掉算了？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鸟，也算是给工友做善事了。说干就干，留1半黄金在这里。都快点挖，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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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麻利点！操！太好了，又要出货了。哎，林凡，你不会又挖出金子了吧？他出个毛线再出！他要是能天天都挖出金子，那他还不上天呢。说的也是，又不是挖大白菜，哪能天天出金子？他今天要能出金子呀，我吃屎！老陈啊，你这骗吃骗喝的本事，啥时候能改改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哎，我去！哎，哇，这真挖出金子了！林凡运气也太好了吧！切，哎，天然形成的金块，重量23克。我这黄金神眼也太牛逼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让我挖到了23克的金子。随着我持续吸收黄金中的能量，我这黄金铜探测的深度也更深了。她是谁呀？好漂亮啊！这就是缅国4大家族之一白家大小姐白敬亭，也是咱们黄巴矿场的负责人。这就是白家大小姐白敬亭，也是咱们黄巴矿场的负责人。别看那个沙多平日里在咱们面前耀武扬威的，但在白小姐面前，他也只不过是一条狗而已。快点，快点！白小姐，您来了。那个就是白小姐啊。这一周的出货量怎么样？快拿过来！白小姐，咱们黄巴矿场这一周出货量不错，这里一共632克金子，还不到1公斤吗？白小姐，您也知道，咱们黄巴矿场本来就是一处废矿，再说了，这都已经淘金3年了，所以……白小姐，沙东他骗你的，实际他监守自盗，偷藏黄金。白小姐，沙东他骗人。是，林凡这是疯了吧？竟然得罪沙东！这下林凡惨了。白小姐，我要举报沙东私藏黄金。我操你妈的大路仔，你胡说八道什么？把枪放下，继续说。白小姐，你千万别听他胡说，这小子就是蓄意报复。就在昨天，他挖出了黄金不肯交，被我收拾了一顿，所以他这是怀恨在心，在这儿报复我呢。我说，把枪放下。好。说说吧。白小姐，我昨天晚上看见这沙东在那边山上私藏黄金，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找出来。我没有啊，白小姐。去，带他去看看。沙东不会真的私藏金子了，不是吧？我也觉得不可能，估计呀是林凡想抱白小姐的大腿，故意整的这么一出。对。可问题是，林凡整这一出，就不怕沙东日后报复他吗？不可能，我把金子藏得那么隐蔽，林凡绝对不可能找出来。
这个盒子，林凡是怎么找到的？沙东，你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白家的东西都敢拿。白小姐，我是一时糊涂，饶我一命，饶我一命！白小姐，饶我一命！白小姐，饶我一命！啊！白小姐，求求你，饶我一命，我再也不敢了！别！哎呀！这女人长得的确很漂亮，不过手段也够狠。不是吧？这沙东竟然还真的敢私藏金子，而且还被林凡给找出来了。哎呀，这下林凡可赚大发了，他算是抱上了白小姐的大腿了。你叫什么名字？白小姐，我叫林凡。你做得很不错，从今天起，黄八矿场就交给你管理了。啊，这是啥事儿啊？这是白小姐，我不想管理黄八矿场呀，你能不能放我自由啊？这黄八矿场说到底还是个矿奴的集中地，我是不会一辈子待在这里的。林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你们这些人，可都是我白家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在缅国，自由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这样吧，如果你3个月内给我上交10公斤黄金，我就可以放你离开，怎么样？10公斤黄金，我们这些人加一起，1年也凑不够这么多黄金呢。我看这小子根本就不会轻易的答应。10公斤黄金换1个人的自由，怎么做不到？我凑20公斤黄金换2个人的自由。这老马平日里对我就颇有照顾，昨天又是救了我一命，有机会逃离这里的话，必须带上他。反正我有黄金同在，挖出20公斤黄金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20公斤，这林凡虎逼吧？我看呐，他就是这2天挖出几块金子，他就嘚瑟得上天了都。20公斤黄金，2个人。对，换我林凡，还有那个马远的自由身。白小姐好。林凡，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有意思。行，就按你说的，3个月内，如果你能上交20公斤黄金，我就放你和他。但如果做不到，你们2个都得死。走。哟，林凡，凡哥，20公斤2个人，你要不再下10公斤，把我也带走呗啊！林凡，3个月20公斤黄金，怎么能挖得到啊？放心吧，马哥，你等着瞧好，3个月后，咱们哥俩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咱哥俩就拼一把。拼？哼，在黄八矿场还没有哪个矿奴能活着离开这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沙烈，是白小姐指定的矿场负责人。顺便提一句，被你们害死的沙东是我弟弟，你们死定了。沙烈，我跟白小姐有3个月的赌约在身，你现在要是杀了我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样？那我就让你再活3个月时间。3个月后，你要是交不出20公斤黄金，我亲自处决。走。林凡，这个沙烈是沙东的哥哥呀，咱们通过白小姐把沙东给弄死了，这沙烈一定不会饶过咱俩的。他不放过我们又怎么样？我跟白小姐有3个月的赌约在，起码这3个月内，咱们俩是安全的。天然形成的狗头金，重量550克。太好了，竟然是狗头金！这种天然的金块可是普通黄金价值的10倍，这么大一块，也起码能够抵5公斤的黄金了。林凡，你干嘛呢？挖狗头金呢？你开什么玩笑呢？狗头金比黄金贵好多倍呢，怎么说挖就能挖出来呢？我说能挖就能挖。哎，真的是狗头金，
重量550克，差不多能顶5公斤的黄金了，能换咱们俩半条命了。哎呀，林凡还是你牛！我看他们谁还敢说咱们挖不到？哼，20公斤黄金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太好了！吸收了这块狗头金的能量之后，我的黄金头现在已经能看到地底50公分处的金子了。有体内空间在，把能挖到的金子藏起来，真是太方便了。林凡，马哥，你就按照我标记的这几个地方挖黄金，肯定能挖出金子来。咱们哥俩兴许要不了3个月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真的假的？哎呀，比黄金还真。既然你这么有信心，就算挖不到，咱也没啥损失。我挖。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得专门挑大块的金子来挖，小块的就交给马哥。天然形成的黄金，重量105克。天然形成的黄金，重量105克。嘿嘿嘿，就你了。哟，林凡，这么努力挖黄金，一定挖了不少黄金吧？啊？哎呀，搞不好没一会儿他就能挖出100多克黄金呢。哎呦我去！这切，他妈的，林凡，你手气也太壮了吧你！哎呀，借2位吉言呐，我这块金子还真是上百克的呢。你就算挖着这么多又怎么着？你跟白小姐赌注可是20公斤。就是，你想要挖到20公斤黄金，那除非那个老马跟你手气一样，也能天天挖出金子。我挖到金子了！我挖到金子了！嘿嘿，足足有50多克呢！操！林凡这么手气好就算了，老马手气也这么好，没天理了！就是他妈的，老子都已经3天没有挖到金子了，他们俩怎么都能挖到啊？妈的，下班！哎，林凡，你真是神了呀！随便画个圈，那就能挖出金子来。好好干，马哥，说不定不需要3个月，咱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啊，行，那我把剩下几个点都挖了去。都给我快点挖！都他妈快点！前几天我和老马挖出了5公斤黄金，加上那块狗头金，差不多就10公斤了。今天努力，说不定还能挖出2公斤的黄金来。磨蹭什么呢？都给我快点挖！都他妈快点！都他妈快点！干，别他妈偷懒！这是，竟然是狗头金！想不到我乌冬这辈子也能挖出狗头金了！我操，竟然真的是狗头金！这下乌冬走大运了。这么大一块狗头金，这得有200克吧？这200克狗头金，那就是2公斤黄金啊！就挖那点狗头金，有啥可兴奋的？前2天林凡可是……天然狗头金，竟然是重量1100克的狗头1100金克。！狗头金的价值是黄金的10倍，这块再加上前几天挖出的金子，我已经凑齐价值20公斤的黄金了。我马上就能离开这片黑矿坑了。哎，林凡，你在这挖什么呢？挖狗头金。啥？我没听错吧？你挖狗头金？就是，那狗头金那么好挖呢？你看人家乌冬挖到一块狗头金，你也想挖个狗头金？哎，你做梦去吧你！林凡，你要是能挖到狗头金，这矿场里的所有石头我都吃了。说不定林凡一会儿真的能挖到狗头金呢。反正我是相信他。这些人还不知道，林凡前几天已经挖出了一块狗头金。切！妈呀，傻逼！林凡是你爹啊，说什么你信什么？蠢货，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要不是林凡硬要给白小姐打赌，说不定你还可以活着。现在好了，3个月后上交不了20公斤黄金，你俩到时候一起死吧。反正我只相信林凡，他一定能挖到狗头金。
他是我兄弟，不会骗我的。我倒要看林凡这次怎么挖出狗头金的。当然是用铲子挖了。啊，这让他给挖到狗头金了！这是什么狗屎运的他？是挖出来这么大一块啊！太好了，吸收了这块狗头金中的能量，我的黄金筒已经能够探测到地底3米的黄金了。你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就挖到了？林凡，你这块狗头金最起码1公斤重了吧？我瞬间感觉我手里这狗头金不香了。我就说林凡能挖到狗头金吧，哼，你们还不信？林凡，把狗头金交出来。根据黄八矿场规定，挖到了所有黄金都要上交给白家。这块狗头金上交给白家自然没问题，不过我会亲手交给白小姐。你他妈的想死是吧？老子说把黄金交出来！沙烈，你要是杀了我，你觉得白小姐不会追究吗？到时候白小姐要是知道了，我想你跟沙东的下场也会一样的。林凡，你只不过是个低贱的矿奴而已，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老子数3个数，你要是不把黄金交出来，就去死吧。白小姐那边，我会说你是因为想逃跑，所以被我杀死的。3、2、1。哎呦，白小姐来了！快点过来！好，快点！白小姐来了，可有好戏看了。白小姐，快！发生什么事情了？白小姐，这小子太不识好歹了，挖到了狗头金，这小子想私藏。林凡，你来说说，怎么回事？白小姐，这沙利撒谎呀！我挖到狗头金的事情，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他却让我执意交给他。我觉得吧，他这是别有用心。拿过来我看看。白小姐，这块狗头金的价值相当于10倍的黄金，不知道我挖出的这块价值是？这块狗头金大概1公斤多一点，我就给你算11斤黄金。林凡，你的运气不错，最起码你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你朋友的命可还不一定呢。就是哪有人运气天白小姐天这么好的？您之前说过，要是我凑出来20公斤黄金的话，我和我朋友就能离开这个矿场，对吧？你不会是说你已经挖到20公斤黄金了吧？这个玩笑可并不好笑。没错，白小姐，我现在已经凑够20公斤黄金了。你说什么？不可能吧？真的假的？他怎么可能挖到20公斤黄金呢？这么短的时间，20公他斤，真能凑出来吗？不可能吧？啊，这么多！这里面的黄金足足5.5公斤。你这不还差4斤吗？小子，敢骗白小姐，找死！哎呦我去，这么大，这么大一块，这得多少公斤啊？这块狗头金重550克，论价值啊，顶得上5.5公斤的黄金了。我去啊！又是一块狗头金！我操，是啊，这得有500多克呀，这算下来能抵个5公斤黄金呢。这林凡该不会是捅了金窝窝吧？看样子林凡好像真凑够了20公斤黄金呐。白小姐，这些金子5公斤，这块狗头金550克，再加上你手上的1100的狗头金，我想应该超过20公斤黄金的重量吧。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上山去称一称。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是怎么做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答应过我们，凑足了20公斤黄金就放我们自由，对吧？既然林凡你已经交够足够的黄金，从今天起，我和你这位朋友可以离开了。除此之外，在我白家的矿场，你还可以继续挖矿。白小姐，让林凡在我们矿场自由挖金，这不合规矩吧？你在教我做事？不敢。白小姐，你也看到了，这个沙利对我意见很大呀。我要是继续留在黄八矿场挖金的话，我怕哪天就死在他手上。他不敢。如果林凡哪天死了，我不管是谁杀的，你都要陪葬。真的假的？
又下雨了，下雨了，快走，快走！叔叔，下雨了，快走，快走！说下就下。林凡，我真没想到，我马远还能脱离黄巴矿场。从今天起，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以后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大哥，你别这么说，咱们都是流落在缅国，又有着同样的遭遇，也算是难兄难弟了，互相帮衬，应该的嘛。说的也是，不过林凡你的恩情我会记在心里的。咱们两个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呀？等雨停，等再挖出点金子，咱们手中有资本，到时候咱们才算是真正的自由身。没钱寸步难行，更何况是在缅国这个地方。之前挖出的金子都交给了黄巴矿场佛身，必须要在矿场再捞点资本才能走。都他妈快点儿！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前几天因为暴雨，已经给你们放3天假。今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上交金子，不然……快点，快！出现快速度！快点，快点，快点！谁让你歇着？快点，快点！冻死了！快点，快点！懒鬼，都他妈快点！别磨蹭，快点！林凡，你妈的！刚才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沙烈，你敢开枪吗？他不敢。如果林凡哪天死了，我不管是谁杀的，你都要陪葬。你不敢开枪，你举你马呢？你不敢开枪，你举你马呢？走。哎呀，这马远儿还真是好运气啊！跟着林凡竟然翻身了，现在连沙烈都不放在眼里了。哎，早知道我也跟林凡混了。这好像是金币！什么？居然是金币啊！金币！什么？金币？金币！真的假的？金币呀！这……哎呀，快！我就不信我挖不着！真有金币！这是什么情况？我也捡到一枚银币！哎呀，我也发现了一枚银币！我也捡到一枚银币！我也捡到了！我也看到了！我也挖到一枚金币！哎呀，不容易呀！这么多人都发现了，我也得抓紧了。等等，这是金币？哎呀！中世纪的古金币，重量13克，具有历史收藏意义，价值50万元。林凡，这真的是金币吗？这里值多少钱啊？是真的，这是中世纪的古金币，一枚价值50万元，能抵得上1斤黄金了。50万！老马，你别愣着了，赶紧挖呀！一枚金币可是50万啊！我也挖到了，我也有，我也挖到了！一上午的时间，我挖到了18枚古金币和33枚银币，这一次可谓是大丰收啊！不错，吸收了这些古金币中的能量后，我这黄金头已经能看到地底10米处的黄金了。只是为何一夜之间这矿场上忽然多出来如此多的金币？这在以前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仙魔王的墓穴，其中蕴含无数宝藏，价值10亿加。我去，没想到这黄巴矿场下面居然藏着仙罗王的墓穴。哦，既然如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通了。一场暴雨的出现，冲垮了这下面的墓穴甬道，就是单单冲出来的金币就有几10枚了。我去，那这个墓穴里面的宝藏得值多少呀？不行，这里面的宝贝我一定要拿到。只是这黄巴矿场是白家的，我想要不动声色去墓穴里拿宝贝，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呀！哎，林凡，你看我挖了3枚金币和5枚银币，这个金币真的像你说的值50万一枚吗？当然真的，我骗你干嘛？哎，林凡，你挖到了多少？你要挖的少的话，
我送你1枚。哎，你说说这是什么？哇，这么多呀！哇，这么多呀！这叫多啊！现在所有人把你们挖到的金币或者银币上交，谁敢私藏，老子把他的……好不容易捡了点儿，来吧，都交了，来了快点上交，动作快点！交，是落不到咱们口袋里面喽。哎，费了半天劲，白捡了。林凡，我还真得感谢你，要不然我这些金币也得跟他们一样上交了。哎呀，马哥，你谢我什么呀？你要是真想谢我呀，到时候把你挖到的金币分我一半。那，上来，快走！来了。哎，快点！哎呀，白小姐，我听说矿场今天上午挖出不少古钱。白小姐，一共21枚金币，28枚银币都在这里了。做得不错。白小姐，只是林凡和马远没有交1枚金币。林凡又倒霉了。这个东西果然又冲我来了。哎，你瞧瞧，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林凡胆子这么大呀！你们说林凡敢违抗白小姐吗？他敢个屁！除非他活腻了。白小姐，按照约定，我只要凑足20公斤黄金，我就可以在黄巴矿场任意挖矿。按理论上来说，无论我挖到多少金币，都是我自己的，对吧？这林凡真是不知死活，竟然敢跟白小姐讲条件。当然，我白敬亭说话算数。现在你林凡就是自由身，无论挖到多少，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我就是想问问你，愿意出售你手中的金币吗？我出10万1枚。我操！10万元1枚，我刚才交了3枚啊！哎呀，就是啊，还是林凡他们好啊，自己挖到的金币就可以自己拿回去了。你要是想享受这待遇，那简单，你也给白小姐交10公斤黄金。切！抱歉啊，白小姐，我运气比较差，并没有挖到金币。没想到这白小姐还挺看重信义的，只不过这市价50万1枚的金币，掏出10万块1枚，我才不会卖呢。既然你想留着，那我也不勉强。哎，散了，回去工作去。走吧。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拿到暹罗王墓穴中的宝贝呢？要不干脆直接把黄巴矿场买下来？林凡，嘀咕啥呢？啊，没什么，我就是说呀，怎么样把这金币卖掉？走吧，咱们找地方把金币卖了。你好，我是嘉德拍卖行的经理温月如，请问2位是有什么宝贝要出售吗？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啊。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吗？这金币没有什么问题，先让我跟你说说这个金币的来历吧。这是当年暹罗王莽应龙征服东南半岛后，为纪念其显著功勋，命令国内能工巧匠铸造的，一共铸造了300枚。只是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这种金币，传闻这些金币最后都成了莽应龙的陪葬品。一共300枚这样的金币，看来其余的金币大概率是在黄巴矿场下面那个大墓里了。这枚金币我们拍卖行的收购价格是50万1枚，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林凡，50万1枚。安静点。温小姐，我这里呢一共有21枚金币，38枚银币，不知道价值多少钱？这么多，这么多！
21枚金币，每枚50万元，一共是1050万元。38枚银币，每枚5万元，合计190万元，一共是1240万。手机拿出来啊！哦，支付宝到账1240万元。林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哦，对了，温小姐，就是你见多识广，我说假如我有那么一笔钱，想买一个矿场，然后那个矿场产量不是太高，你觉得能行吗？您现在是想问，如果收购黄巴矿场的话，需要多少资金？温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可并没有说要收购黄巴矿场。可是我已经猜到了。猜？没错，其实在你来之前，白敬亭已经向我出售了20多枚金币，而我们两个呢，又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我自然知道这些金币是出自黄巴矿场。至于后来的事情嘛，你也知道了。当你拿出来这些金币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黄巴矿场周围应该就有暹罗王莽应龙的墓穴吧。然后你又问我买一个矿场需要多少钱，这个答案自然很简单。妈的，信息差害死人啊！早知道白敬亭来这里卖过金币，我就该换一家拍卖行的。哎呀，温小姐，你说笑了，我们就是刚刚卖了些金币，得了些本钱嘛，所以想买一座金矿来经营经营。而且刚才白敬亭跟我吐槽说，有个人10天之内挖出了20公斤黄金，取得了自由身。既然林先生你挖金技术这么强，为什么不在白家的矿中继续挖金呢？而是要自己去收购一个矿场？除非你真的在黄巴矿场周围发现了什么大墓。温小姐，你这脑洞可真大，不去写推理故事啊，就可惜了。是啊。哎呀，不是我脑洞大，是你演技太差了。刚才我只是猜测，但是你这卓越的演技让我确信，黄巴矿场周围确实有暹罗王的墓穴，对吧？这女人真的有必要这么聪明吗？好了，我们谈下正事吧。收购黄巴矿场需要1亿5千万资金，而我觉得林先生你应该拿不出这么多钱吧？不如让我温家出面，去跟白家谈收购矿场的事情。收购矿场以后，这个矿场交给林先生你经营管理。至于收益嘛，我们1人1半，自然收益里面包含这暹罗王大墓，如何？温小姐，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呀！凭什么你觉得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你能拿出来？好吧，就算你能拿出来，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曾经的白家矿奴，白家会坐下来跟你谈收购黄巴矿场的事情吗？温小姐再见，赶紧走。嘿，林先生，你好好考虑一下，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小姐，我看这个林凡又臭又硬的，不如咱们直接跟白家合作，干脆一点，顺便再让白家给他点颜色看看。别乱说，我们温家可是做正经生意的，保护客户隐私是我们职责之一。况且黄巴矿场方圆10几里，你知道墓穴埋在什么位置，埋的有多深吗？如果没有林凡的准确位置，我们很难找到古墓位置。快点！都别偷懒，抓紧点！走快点！快点挖！累死你！好累！刚才我摔了一跤，吃了一嘴巴泥呀！呸！这土腥味儿，恶心死我了！快点！听到没有？下雨天还要出来做工，真不是人呐！这帮家伙，快点，快点！真累得慌。累死我了！洗。阿弥陀佛，赶紧洗出点黄金来吧！真没东西，这得淘到什么时候？明天怎么样？快点！快点！老大，别盯着我，速度！快！哎，林凡，这黄巴矿场周围真的有温小姐说的古墓吗？咱们要跟温小姐合作，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你想啊，
先不说咱们没有能力自己收购黄巴矿场，如果这个古墓的消息一旦要传出去，白小姐就很难再信守承诺，保证咱俩自由吧。你继续说。正所谓财帛动人心呀。之前咱们在矿上挖的那点黄金，它可能是为了面子，为了承诺不当回事儿。可是咱要把古墓弄出来，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大宝贝呀！而且这个大宝贝又是白家曾经的地方，你说他还能容得下咱俩吗？说不定他感觉到被戏耍了，这一怒再把咱俩杀了。哎呀，他那手段你也不是没见过是吧？哎呦，可以啊，老马，这分析局势来还头头是道啊。那就是说你同意跟温小姐合作了？哎，再说吧，好不容易到手的利润又要分一半出去，这种感觉真是难受啊！赶紧干活吧。我去，又是一块狗头金，这可抵得上30公斤的黄金了。这黄巴矿场还真出货呀！林凡，我还想着你都已经被白小姐特赦了，早就滚出黄巴矿场了，没想到你竟然还死赖在这里不走了。也是，你个衰货，虽然挖出了20斤黄金，但都交给了白家，到头来还不是白忙活一场。20公斤黄金而已，我想挖随时可以挖到，还轮不到你沙烈来嘲讽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20公斤黄金想挖随时可以挖到？我没听错吧？林凡，你还真是吹牛逼，不嫌牛疼啊！都停下，大家都快过来看看，这林凡又搁这吹牛逼了。他说随随便便就挖20公斤黄金。沙烈，要是我今天能挖出来20公斤黄金来，又怎么说？这个沙烈几次3番来找我麻烦，这次必须要给他个教训看看。林凡，你今天要是挖20公斤黄金，我沙烈全都给他吃了。你挖多少，我吃多少。行，这可是你说的。哎，有好戏看！这家伙他能挖，要不要赌一把？你说这林凡能不能挖出20公斤黄金来？难说，说不定又挖出一大块狗头金。他挖个屁！他当自己是孙悟空啊，有3头6臂吗？装模作样，真的挖出来狗头金吗？这下有好戏看了。挖之前就是运气好，这怎么可能有什么动静？也挖不出来。不是吧？我真挖出来了！真挖出来了！又挖到了吗？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这啥呀？这么大一块！这家伙啥命啊？这是！哎呀，这狗头金起码3公斤重吧？沙烈，你吃得下吗你？啊？林凡运气太好了，竟然挖了3公斤狗头金！沙烈，这下难办了。这得值30斤黄金呢！这。刚刚是给你开个玩笑，大家说是不是啊？我跟你很熟吗？至于你天天跟我开玩笑，你要是吃不下呀，那就跪下叫一声林爷，我就原谅你。林凡，你别欺人太甚。沙烈，这小子干什么呀？我敢杀你，你敢杀我吗？沙烈，他不敢。如果林凡哪天死了，我不管是谁杀的，你都要陪葬。林爷，我错了。行啊，乖孙子，今天我呀就原谅你啊。你就叫吧你，这回呀轮到你遭殃了。就爷爷了，你妈的，这林凡也太逆天了，竟然连沙烈都收拾了。话说回来，咱们整个黄巴矿场里，也就他敢跟沙烈对着干了吧？这真厉害！一个个的，你比你妈呢！给老子滚去干活！快点回去！林凡，你刚才那么戏弄沙烈，他肯定会报复咱俩的。哎呀，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戏弄他，他就不报复咱们了。沙烈这种人吧，最欺软怕硬，你越软，他越欺负你。那倒也是。那咱们现在干嘛去啊？去找温小姐，把狗头金卖了，顺便再聊聊合作的事儿啊。走。林先生，欢迎光临。是考虑清楚要和我们嘉德拍卖行合作了？温小姐，合作的事待会儿再说吧。你先看看我这个狗头金价值多少钱？
不错不错，这狗头金色泽赤黄温润，金光内敛不燥，质地致密纯净。最难得的是还是这么一大块。一句话，难得的上品。一共3公斤，我给你3000万。啊，成交。支付宝到账3000万元。李先生，狗头金的交易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黄巴矿场合作的事情吧。温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会聊合作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会聊合作的事情？很简单啊，首先你这次来的态度明显比你上次离开的时候好很多。你要是不想合作，就不会是这个态度，我们之间呢也不会这么快见面了。其次呢，你的朋友自打进来以后，眼神里就透露着渴望的光芒。综上所述，你这次来卖狗头金是次要的，其实你的真实目的是来合作吧？你这也太聪明了吧！大学的时候学过几年心理学，心理学能这么用啊？行了，少废话，一句话，合作还是不合作？跟你合作也行，但是利润啊，我得占70%。你这个提议我不能答应，毕竟收购黄巴矿产的资金1亿5千万，你可是1分钱都没出。当然，你要占70%利润也可以，拿来1亿5千万。不是，我要是能拿出1亿5千万，我还跟你们温家合作什么？就是，很简单啊，保护费喽。你该不会以为缅国这种地方大家都是正经商人吧？就算你拿下黄巴矿场，没有当地势力保护，你觉得你能守得住吗？就按温小姐你说的算，咱们5-5分。聪明人，来，把这份合同签了，合作立刻生效。合作愉快，现在跟我去接收黄巴矿场吧。现在就去接收黄巴矿场？你不用跟白家商量商量吗？就在昨天晚上已经谈好了，就等你签合同了。啊？那你刚才谈的那套心理学呢？骗你的，其实我已经调查过你了。前些年你在国内是个苦逼的996社畜，3年前被骗来缅国，卖给了黄巴矿场。就在几天前，刚赎清了自己的矿奴身份。我自认为除了温家，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合作伙伴了，对吧？温小姐，有时候你这么聪明不太好吧？怎么说？因为聪明的女人呢，不招男人喜欢。哎呀，你说的这话倒也有道理。不过问题来了，我为什么要招男人喜欢？最主要你……哎呀，不管了，那咱们现在过去吧。走走走。白小姐，咱们黄巴矿场真被温家给收购了吗？是的，沙烈，你放心，你要是想留在这里，温家那里，我会替你讲话的。那就多谢白小姐了。这林凡怎么跟温月如搞到一起去了？按理来说，他们2个不应该认识的。静婷，你这边交代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吧？月如，你放心，我这边都已经交代过了，温家随时都可以接手黄巴矿场。林凡，你本事不小啊！没想到你不但挖金厉害，就连女人缘都这么好。这才刚离开矿场几天，就结识了温家大小姐。对了，静婷，我看林凡人老实，挖金技术不错，所以我想让他当黄巴矿场的管理人，你觉得怎么样？我看他是人老，实话不多吧。林凡应该是前几天挖到了几枚金币，卖给了温月如，所以他俩才会搭上。对，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行了，月如，我这边都已经交代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温家就正式接手黄巴矿场。那就多谢了，静婷。你过来。哦，
我不知道你怎么跟那个女人认识的，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她可聪明的紧呢，跟她在一起，凡事都长个心眼，省得到最后被她吃干抹净。而且这个女人也不像她的外表一样人畜无害、善良温和。他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白小姐，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林凡，白敬亭又说我什么坏话呢？哼，白小姐能说你什么坏话？你们不是好闺蜜吗？好了，这黄八矿场已经到手了，接下来要找到墓穴的具体位置，下墓找宝贝了。林凡，你确定仙龙王的墓穴就在那里吗？照着你这个地方炸，地下6米处就是墓室的正门。我去放炸药，你在这等着。马上就报，5、4、3、2，炸！来，走。上。你们一起上。走走。不愧是价值10个亿的仙龙王大墓啊！这里面的宝贝，哪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一个个都管好自己的手脚，要是让我发现有谁私藏偷拿，下场你们知道的。林凡，你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这里的宝贝最起码得值10个亿，我这1亿5千万的投资可真值啊！温小姐，咱们之前说好的利润55分，这月里还算数吗？林凡，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啊！哎呀，放心好了，我们温家是做正经生意的，跟他们白家不一样。这里的宝贝有你的1半，那就好啊，那就好。切。吸收了这些能量之后，我的黄金瞳能看到更远，甚至我的力量也会更加强大。吸收金子中的能量，不但能够增加我的目力，还能强化我的身体。看来以后要找更多的金子，吸收其中的能量。这么多的古董还都保存得极好，要是拿去拍卖，我温家岂不是要大赚一笔？等清点完古董的数量，再找林凡确认一下，就可以直接送到嘉德拍卖行了。林凡，这是我刚整理的宝物清单，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到嘉德拍卖行了。白小姐，怎么了？你人还怪好的嘞。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下午白敬亭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坏话了？呵呵哒。切。林先生，温小姐吩咐过，让我们以后听您调遣，这里的一切您说了算，温小姐只负责分红。好，有劳了。林矿主好，林矿主好，林矿主好。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黄八矿场换主人了，从白家换到了温家，而现在这个矿场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我林凡。大家都是老相识了，我也不会太过于苛责大家。那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都不再是免费的矿工，
每个月我都会给你们发1万块的薪水。真的假的？哎呀，那太好了！林凡，你说的真的假的？林凡，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哎呀，我肯定不会骗大家，我们都是同胞，大家好好干。再过几天，我跟温小姐好好说说，争取让你们都摆脱矿奴的身份，怎么样？林矿主威武！林矿主霸气！林矿主威武霸气！哎，行了，歇散了吧，赶紧去干活。好嘞，还有这好事儿。虽说我如今是矿主了，但也还是要吸收金子中的能量来强化身体。这金子挖的是越多越好呀。林凡，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要帮这帮矿友脱离矿奴身份，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我就是感慨一下，当时咱们2个花了20公斤黄金才换得了自由，现在他们太幸福了。我这么做呢，其实有2个原因，一来是不想让这些同胞在矿场受难，二来吧。二来怎么了？二来也是准备笼络人心。你想啊，咱们哥俩前几天赚了4000多万，过阵子还有10个亿的宝物拍卖分红，这么大好的前程，咱们可不能阴沟里面翻船呀。所以我就想着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到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好有个保障。哦，你的意思是从这些矿工里挑一些靠谱的人，然后组成咱们自己的武装力量？是这个意思。那温小姐知道了怎么办？她知道了就知道了呗。温小姐这个女人太过于聪明，跟她打交道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也是我想要组装力量的最主要的原因。况且跟她在一起呢，凡事都长个心眼，省得最后被她吃干抹净。而且这个女人也不像她的外表一样人畜无害，善良温和。哎呀，总之老马你别管了，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就行了。我到时候给你转1000万，你主要去负责咱们矿上的安保力量。行，林凡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听你的。那我先去摸摸那帮人的底。好。吸收了古墓中那些金子的能量后，如今我的黄金瞳已经能看到地底处20米的黄金了。要是能够看得再深一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在地里发现一条巨大的矿脉了。天然形成的口头金的重量2000克，重量3000克。这么2块大口头金啊，这埋的也太深了吧，1米多处啊，一个人得挖到什么时候？哎，2个人，林哥，什么事儿？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大块金子了呀？黄金那是没有，倒是有狗头金。狗头金啊！来，你们就照我标记的这个地方挖，挖出来了，到时候一人奖励1颗小金豆。林哥，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林哥，一人1颗小金豆，你可不许反悔啊！我先来。林哥，这下面真有狗头金吗？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对呀，我们这都挖了半天了，别说是狗头金了，连金子都没看到一个。你是不是看错了？林哥说有，那必须有。老三你挖不动，起开，我来。你们2个不相信是吧？相信，肯定相信。只不过这狗头金啊，它比黄金还稀有得多，不是说挖就能挖到的呀。是啊，林哥，要不然还是算了吧。虽然林哥的运气一直很好，但他又没有透视眼，哪能看到地上的金子？估计是忽悠我们的。有了，有了！不是，还真有狗头金呢！这狗头金啊，林哥，你说挖就挖。哎呀，你们2个不相信我是吧？那这个小金豆啊，就交给阿发了。谢谢林哥。林哥，我挖了半天，我也出力了。林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得给我一次机会，林哥。不错，5公斤的狗头金，价值5000万，我转你2500万。怎么2500万？不是说好了吗？黄巴矿场的收益咱们1人1半。你这2块狗头金，难道不是从黄巴矿场挖出来的？你别太过分啊！你们温家投资这个黄巴矿场，
总共才投资了1亿5千万，还没有3天，你们就赚了5个亿啊！我现在连这点收益也要瓜分吗？我好歹也是矿主吧？难道也在你剥削的行列之内吗？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剥削啊？哎，行，我换个说法可以吧？这2个狗头金呢，其实是我在路边捡来的，并不是出自黄巴矿场。你觉得我会信吗？你信不信的不要紧，重要的是我的5千万，赶紧认账。林凡先生，你不觉得你这样非常没有绅士风度吗？文小姐，这个绅士风度在我这里不止2500万，5千万，赶紧认账。好吧，这次转你5千万，下不为例。我下次还找你出金才怪。嗨，正好，待会儿古墓宝藏就要开始拍卖了，你跟我一起去吧，省得某些人身后又要说我坑你。我过去一下，你找地方坐。离我那么远干嘛？我又不吃了你。过来，坐这里。哎呀，白小姐，林凡，你倒是好手段。我给你自由身，你转头就和温月如那个女人联合起来，一起来坑我。白小姐，我事先声明一下，我的自由身是我用20公斤黄金换的，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再说了，你说我跟温月如联合起来骗你，这事我可不认。几天不见，本事大了不少，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那我倒是想问问你，黄巴矿场下的暹罗王宝藏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的？当然是温月如那个女人告诉我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根本不信。这女人也太阴险了吧！竟然故意把消息透露给白敬亭，这不是存心要给我拉仇恨？欢迎大家来到本次嘉德拍卖会。今天嘉德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是我们前面的这些象牙。这3根象牙虽然历经了500年的时间，但依旧保存完整，起拍价5千万。正好，我的卧室还差一些装饰品，这3根象牙我要了，6千万。这人是昆赞，缅国2大军阀之一，他看上的东西，没人敢抢很正常。既然没人参与竞拍，此次3根象牙便由昆赞将军拍得。接下来我们拍卖第2件拍品青花瓷瓶，起拍价100万。今天的暹罗王宝藏已经全部拍出，感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这件拍品是由我们港岛的一位顾客委托我们嘉德拍卖行进行拍卖的清朝皇家簪饰一套，起拍价1000万。据说这套簪饰是固伦公主的陪嫁物，而固伦公主又是慈禧太后的养女，其价值就不用我多说了吧。2000万，我出3000万，这么疯狂的吗？一套簪饰就拍到了3000万，也不知道我的黄金瞳能不能看到这套簪饰的价值。翡翠盘龙金簪饰品盒，天宝大将6千万元，价值2亿元。太好了，我的黄金瞳不仅能够看到地底的黄金，就连物品的价值信息都能一眼看清。不过这2条信息是什么情况？难道盒子里还藏着一块价值2亿元的大将军印？我出4000万，我出5000万。林凡，没想到你还挺有钱的，竟然花5000万来竞拍这套簪饰。要不林凡，你把这套簪饰送我吧，这样的话，你和温月如联合起来坑我的事情就这么算了，怎么样？我出6000万。年轻人，我知道你也很喜欢这簪饰，但是我出6000万的竞价，你应该不会跟我抢吧？这老头眼光倒是毒辣，一眼就看出来这套簪饰的真正价值是6000万。不过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套簪饰盒里面还藏着一枚2亿元的天宝大将军印。老先生，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争一争。我出6500万。这个林凡前2天还只是个矿奴，现在出手却如此阔绰，6500万的竞拍价，眼睛眨都不眨。我从黄巴矿场那里得到的消息果然不错，这个林凡和温月如确实是从黄巴矿场下面挖到一个大墓。年轻人哗众取宠，不讲武德。这套簪饰它的价值最高不过6000万，而你偏偏出到6500万，真是不知所谓。老先生，这套簪饰我能出6500万，就说明它值这个价格。你要是喜欢，尽管加价就是，别说这些没用的。
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老夫才不愿意做。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呀6500万1次，6500万2次，6500万3次。恭喜林先生拍的这套清朝皇家簪饰。李凡，你还真是财大气粗啊！竟然花6500万买一个簪饰，你这是打算收藏还是送人？收藏个屁，赔钱的玩意儿！老先生，你就这么确定我这套簪饰会赔钱？万一让我赚大几个亿呢？好，好，好！我苏海潮跟着古董和文玩打了一辈子交道，自认为清朝的簪饰还不至于看走眼，我就和你赌一把，你拍的这套簪饰是个赔钱货。赌注呢？我跟你赌3000万。好啊，3000万赌注，一言为定。果然是天宝大将军印。李凡，这是什么？老先生，你说你跟古董打了一辈子交道，这枚将军印是我刚才从夹层里面得到的。这是隋朝天宝大将军印，它怎么会藏在这个盒子的夹层中啊？天宝大将军印是哪位将军？《隋唐演义》看过没？里边有个将军叫宇文化及，应该就是他了。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位喜欢让手下排队的将军。老先生，你觉得这枚天宝大将军印价值多少？起码2个亿。那你觉得咱们的赌注，我是赢了还是输了？林凡，这枚天宝大将军印价值连城，不如你就放到今天的拍卖会上拍卖吧，正好省得你出库的麻烦了。慢着，林凡先生，这枚将军印我很喜欢，不如就直接卖给我，价格你随便开。这是缅国最有权势的大军阀，最好不要招惹他。既然坤在将军喜欢的话，那这枚将军印我就以2个亿的价格卖给你，怎么样？林凡先生果然爽快。这张卡里有2个亿。林凡先生，这枚将军印我非常喜欢，多谢了。以后在缅国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这林凡运气太好了吧！不但卖将军印赚了2个亿，还让坤赞将军欠了他一个大人情。老先生，咱们的赌约该履行了吧？没想到让你捡这么大一个漏。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簪饰盒里藏有将军印啊？这不重要。哎，银行卡到账3000万。相信刚才林凡先生拍到的那套清朝皇家簪饰，大家已经看到了，简直是大赚特赚。接下来这套拍品呢，也是由我们港岛的一位商人委托我们嘉德拍卖行进行拍卖的，名为东汉金兽，起拍价5000万。太好了，再过几天就是爷爷的70大寿了。我要是把这座金兽拍下来送给他，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不但不会追究我损失黄巴矿场的事情，说不定会再分给我2座金矿的管理权呢。黄铜打造的镀金铜兽，价值5000元。假的？我出5500万，6000万，六将500万。白小姐，怎么了？我跟白小姐有些交情，还是提醒她一下。白小姐，你如果相信我的话，这尊东汉金兽你还是别拍了。你是说这尊金兽是假的？刚刚林凡可以看穿那套蜻蜓簪饰盒里面藏有将军印，想来在鉴宝上也有一些门道，听他的应该不会错。林凡，多谢你。这次暹罗王宝藏一共拍出12个亿，扣除手续费后，你一共分得5亿8千万。谢了。嘿，我又不会吃人，你那么着急走干嘛？你是不会吃人，但你会害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你把黄巴矿场下面有暹罗王宝藏的事情告诉白敬亭？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会害死我？你的意思是，我出卖了你，向白敬亭透露了暹罗王宝藏的事情？难道不是吗？是个屁呀，蠢货！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想，我们那天打开宝藏大门的时候，那么多人看着，世界上又没有不透风的墙，白敬亭知道这件事情不很正常吗？好像是这个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跟白敬亭提起过暹罗王宝藏的事情。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白敬亭比以前聪明了，竟然学会了那些绿茶的手段。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白敬亭主动向你提起了暹罗王宝藏的事情，然后又拐弯抹角的说了我一些坏话，对吧？
那就对了，我们拿到了黄巴矿场，获得了宝藏，木已成舟。他就算再气恼也没有办法，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故作大方，坦然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在林凡你面前卖惨，争取在你身上多获得一些报酬，让你多给他一些补偿。你们男人不就最吃这套吗？温小姐的分析好像挺有道理的样子，可是现在看来，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现在你还觉得是我向白敬亭透露的消息吗？我是得有多闲呀！我宝藏都拿到手了，我还去他面前卖弄？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白敬亭现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毕竟他让白家损失了一座暹罗王的宝藏，其他人一定会向他发难的。我的好妹妹呀，黄巴矿场下那座暹罗王大墓，你就这样拱手让人，你还真是爷爷的好孙女啊！白敬亭，你这次给白家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你怎么跟爷爷交代。白明凡，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把那座暹罗王大墓送给别人？跟温家签合同之前，我确实不知道矿场下面有座大墓。你可别忘了，黄巴矿场我才接手不过1年，之前可都是你在管理，你怎么没发现矿场下面有座大墓？白敬亭，你又是什么意思？明明是你把暹罗王墓送给别人，现在想赖在我身上不成？什么叫把责任赖在你身上？这事明明你也有。够了！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明明都是一家人，吵成这样子像什么话？从今天开始，敬亭，你名下的矿场个人收益减半，听到没？知道了，爷爷。林凡，你可害惨了我。爷爷，这事儿都是因为那林凡而起，必须给他点教训，否则外人呢还以为我们白家好欺负。林凡，那你的意思是？很简单，杀了他，一了百了。他一个矿奴，在缅国没有身份，没有背景，杀了他，死了也是白死。白明凡，你可别乱来。林凡跟昆赞将军可是有交情的，你可别想害死我们白家。你以为我相信你吗？一个矿奴凭什么跟昆赞将军交朋友？随着黄金瞳探测能力的提升，我这挖黄金的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光是今天上午就挖到了1公斤的黄金。林凡，叫人。林总好。林凡，小李他们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安保，忠诚方面绝对没问题。这几个流落在缅国都不容易，好好干，过些日子我带你们回国。谢林哥。林凡，这个白家草竟敢联合温月如坑我们白家的钱，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林凡，10项的话，给我交出10个亿，滚出黄巴矿场，否则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林凡，我是白家大少，我就不信你敢动我。小谢，直接把他绑起来，然后通知白家小姐过来赎人。你他妈找死啊！白家可是缅国4大家族之一，你要蹲下！蹲下！通知白总过来赎人吧，告诉他我要10个亿的赎金，顺便通知一下温小姐。好。暹罗王大墓的利润，温家也有份。白家既然找上门来了，温月如这时候必须要出力。蠢货，说了让你不要来。林凡，说吧，你想怎么解决？白小姐，很简单，白明凡一来就问我要10个亿的赔偿，你也拿10个亿出来，任你带走。10个亿？这不可能，太多了。就算是把这个蠢货上车卖都不够10个亿。白敬亭，你这个贱货，敢这么说老子？信不信我让爷爷把你赶出去？堂堂白家连10个亿都拿不出来，那就直接把他崩了吧。不要，林凡！白敬亭，救我！快给他10个亿！要是我死了，爷爷不会放过你的。林凡，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样做就是跟白家为敌。别说这些没用的，我就问你10个亿能不能拿出来？10个亿，我们白家一时之间拿不出来。5个亿，你放白明凡一马，怎么样？林凡，你想清楚了，5个亿已经是白家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你如果杀了这个废物，不但1毛钱也没有，还会跟我白家彻底成为死敌。行吧，5个亿成交。银行卡到账5亿元。走，滚，快点滚，快点滚！
林凡敢跟我白家作对，找死啊！林凡，你胆色不错嘛，连缅国4大家族之一的白家你都敢勒索。温小姐，可别这样说，我敢这么做，还不是仗着有你们温家在背后撑腰吗？刚才白家给的那5个亿，我分你1亿。1个亿可不够，起码2个亿。温小姐，你看我这张脸，值2个亿吗？好了，不跟你扯了。总之，林凡，你这几天最好还是小心点。白家作为缅国4大家族之一，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比如呢？他们跟缅国的大军阀可是有着不浅的交情。大军阀？是上次拍卖会那个昆赞将军吗？不是昆赞将军，是昆赞将军的死对头闵昂将军。这个人你惹不起，我们温家同样也惹不起。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呀？刚才只顾着看你装逼了，忘了这回事了。对了，除了闵昂将军，白家跟另外2大家族的关系同样也不错。林凡，这可怎么办啊？怕什么呀？干就完了。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无非是他们的枪多点罢了。好吗？我再给你1个亿，现在赶紧去招兵买马。林凡兄弟，我的好朋友，你在干什么呢？如果方便的话，来帮我一个小忙，给你1个亿的酬金。昆赞客气了，既然你开口，我自然愿意帮忙了。不过你告诉我去哪里吧。我已经派人去接你了。怎么样，昆赞？这个明代的象形玉器还不错吧？刚出土的宝贝啊，要不是着急给弟兄们发军费，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呢。喜欢是喜欢，不过呢？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要等我的朋友来帮我鉴定一下。哎，来，林凡，帮我看看这件玉器。好的，将军。这个林凡能够在拍卖会上一举捡漏价值2亿元的大将军印，想来鉴宝的本事应该也不会太差。材料环氧树脂，价值500元。这件玉器可是我精心做的，内部又填充了大量和田废料来增重，我就不信这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怎么样，林凡？如果光线不够的话，我可以再找几盏灯来。不用了，将军。这件象形玉器是假的。小子，你胡说什么？这件象形玉器可是我们将军刚刚从地下掏出来的，如果不懂的话，就给我闭嘴！小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闵昂，这可是我的地盘，不是你能插眼的地方。既然林凡说的象形玉器是假的，自然有他的道理。林凡，说说你的理由吧，也好让他们心服口服。将军，你看，像这种立体造型的象形工艺，在古代一般都是手工雕刻，或者是施蜡法铸玉，绝对不会出现合模的痕迹。但是你看，这个底座以及腿缝的细微之处，均有模具拼接的细微痕迹，因此这件象形摆件就是件现代工艺品。闵昂，现在怎么说？混账东西，连我的东西你都敢调包，我看你真是找死！将军不是我，饶命！不好意思，坤子，是我一时失察，让苏龙把我的东西给调包了，连我也被骗了。不过你放心，我回去一定会把真的找出来，然后找人给你送过来。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妈的，闵昂这个老狐狸跟我玩这一套。林凡，今天真是多亏你啊！要不是你，我今天可就损失了5个亿呀！这卡里啊，有1个亿是你的酬劳。将军，这钱的话我就不用了，以后还需要多多麻烦你啊，帮我照顾一下黄巴矿场。黄巴矿场，那不是白家的地盘吗？没错，以前是白家的地盘，但现在是我的地盘。我听说白家跟闵昂将军关系不错，我担心他们以后会找我报复。好说，区区一个白家我还不放在眼里。不过这钱呐，你必须拿着。我昆赞说话算数，说好给你的报酬，这钱你必须拿着。那就多谢将军。林凡，你对赌石有兴趣吧？赌石？对，就是赌石。在缅国呢，最出名的不是黄金，也不是能源，而是玉石。你在缅国不会没玩过赌石吧？走，带你去看看我的原石矿场。
顺便再送你2块原石。走。昆赞将军好。林凡，来挑2块原石，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也不知道我这黄金瞳能不能看到原石里的玉石。极品帝王绿，价值5000万元。太好了，我的黄金瞳竟然真的能够看到原石内部的玉石。老板，这块原石多少钱？这块不要钱。昆赞将军的朋友，我怎么敢要钱？林凡，多挑2块，赌石嘛，哪怕眼光再好，但想要出大货，最终还得靠概率，谁也不敢说自己100%看得准呐。将军，我就选这一块。哦，这么有自信？没想到我不仅能够吸收黄金中的能量，而且就连原石中的能量我也能吸收。而且这原石中的能量好像比黄金中的能量还要精纯。来，小兄弟，我帮你解开。李凡，你之前没接触过赌石，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开石啊，结果都不是太理想，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将军，虽然我是第一次赌石，但我相信啊，我的运气一般不会太差，说不定我能开出帝王绿呢。第一次就开出帝王绿，林凡，你还真敢说呀！我昆赞这辈子接触赌石几十年，也没见过几块帝王绿。你要是帝王绿，将军，你这位朋友真是神了！哦哟，将军，怎么了？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真的是第一次赌石？什么？有人看出帝王绿了吗？我操，帝王绿！这么大一块，这起码价值5000万啊！2个，我操！这年轻人谁呀？看着面生啊！他第一次来这矿上就开出帝王绿了。将军，我真的是第一次赌石啊！我就说嘛，你小子有点门道，难怪上次在拍卖行能够一眼就看出盒子里的将军印。多谢将军夸赞。林凡，谦虚了，你有了赌石这个本领，以后基本上在缅国就可以横着走了。你这块帝王绿的原石，我出5000万收了，怎么样？那就多谢昆赞将军了。一块帝王绿的原石竟然价值5000万，这足以抵上50公斤黄金了。而且我还可以吸收原石里的能量，看来以后要多开一些极品原石了。可以啊，林凡，没想到你跟昆赞将军的关系这么铁。昆赞将军已经放出话了，不许4大家族的人打黄巴矿场的主意。我想这下白家也要老实了。都是昆赞将军照顾我。对了，温小姐，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比较大的赌石坊吗？赌石坊，4大家族的胡家就是做赌石生意的。胡家与白家关系极好，你敢去吗？敢去啊，为什么我敢去啊？走吧，温小姐，带路吧。怎么样？这金玉坊可是胡家名下的产业，这等赌石规模在缅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我只能保证你的安全，有我在，胡家的人不敢动你。至于赌石嘛，我就不太懂了，帮不上你什么忙。放心好了，赌石啊，我自己来就行。这么自信？发财了，发财了！这里有这么多极品原石啊！特别是玻璃展柜的那一颗极品绿原石，这一颗就价值9800万，这相当于我在矿场里夸的挖上百公斤黄金了。哟，林凡，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我为什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麻烦你搞清楚状况。上一次挨揍交赎金的人是你，不是我。林凡，他是谁？你们有仇啊？他叫林凡，就是他抢走了白家的矿场，还偷偷挖走了底下的仙罗王墓。我知道了，这口气我帮你出。怎么，林兄弟，想在我金玉坊玩2把？这个林凡脸这么生，一看就是菜鸡一个。今天必须让他出血，还可以落得白明凡一个人情。没错，有玩2把的意思。那就请吧，场内的原石任林兄你挑，这些价钱吧，我一律给你算5折，怎么样？多谢了。极品帝王绿，价值4200万。我要这块。好的，先生。这一块原石的价格是300万，5折就是150万，能看出4200万的翡翠来，这一单就是4000多万的利润。极品龙阳绿原石，价值6300万。还有这块。
哎，林凡，差不多就行了。这2块原石售价就已经800万了，要不你先开2块试试这家赌石坊的成色。林凡他真的会赌石吗？怎么净选贵的挑？就算胡宇峰给他打折，也不用这样吧？温小姐说的有道理，要不林兄弟先开2块原石试试手气。所谓赌石，不过是一些追求心理刺激的赌徒而已。只要这2块原石开出的是废石，我就不信你能收手。行吧。林凡兄弟，走，我带你去解石。哎，你们觉得这售价500万的原石到底能不能开出大货？我觉得不可能，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厨。哼，标价500万的原石，这金玉坊能有几块？别开出1块废石，那就可笑了。这竟然是极品龙阳绿！怎么可能？一刀就切出了龙阳绿，这块原石现在价值最起码超6000万。哎呀，我说胡少啊，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啊！这颗龙阳绿可是价值6300万。林凡，你是怎么做到的？蒙的。信你才怪。接下一块。这林凡也太厉害了，不但挖金厉害，就连鉴宝也厉害，现在还能一刀开出龙阳绿，还有他不懂的吗？温小姐啊，在想什么呢？我是在想，你一会儿该分我多少钱呢？什么分多少钱？这个地方可是我带你来的，要是没有我，这6000万你能赚得到吗？难道你不该分我点啊？温小姐，你这点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罢了。啊！又出绿了，又出绿了！这品相，我操！啊！极品帝王绿啊！哎呀，我运气真不错呀，竟然能连开出2块极品玉石啊！胡老板，你看看我这块极品帝王绿价值多少？4200万！妈的，这王八蛋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成本400万的原石，竟然被他开出来价值过亿的玉石来！难道他也是赌石高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想到林凡兄弟竟然也是赌石高手。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赌一把？赌什么？就赌你手中的2块极品原石，怎么样？原来是看中我手上的这2块极品原石了。那话说回来，你要是输了的话怎么办？我输了，哼，赔你1个亿。1个亿太少了，要赌就赌大一点，5个亿，怎么样？哎呀，林凡，你疯了，下那么大的赌注！别冲动，这个胡宇峰从小就接触赌石，而且在缅国的赌石界，他这双眼睛可以堪称是火眼金睛。你刚才只是运气好，而胡宇峰是实打实的有本事啊。有时候啊，运气就够了。场内可还有1块价值9800万的极品原石没有开呢，只要胡宇峰敢跟我赌，他就死定了。很好，林凡，我胡宇峰自从8岁接触赌石起，还从来没见过比我狂的年轻人，你算是第1个。行了，别废话这么多了，要赌赶紧赌。好，这赌我接了，我要是输了，给你5个亿，但你要是输了，不但要把2块极品原石输给我，还要输给我4个亿。没问题。5个亿的赌注，他们俩这么赌，这未免有点太大了吧？胡少敢赌5个亿，我能理解，毕竟是金玉坊的老板，并且赌石技术还很高。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极品至尊绿原石，价值9800万。林凡，要不然算了吧。那个胡宇峰不但赌石了得，而且今天这场子还是他家的。说实话，你这胜算可不大。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那我赢了怎么办？赢？
要是你赢了，我就把黄巴矿场的另一半产权还给你。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要是输了，你就输给我1个亿，怎么样？没问题。这个林凡真就这么自信吗？就这块原石。林凡，这就是您选的原石吧？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极品冰种绿原石，价值5100万。既然胡老板这么不相信我的话，要不咱们再加一点赌注，输了的人除了给5个亿之外，再把你这一家金玉坊让给我，如何？疯子！老王，解释。这能行吗？看看胡少这块到底有没有出绿？是不是冰种啊？不好说呀。啊，这是极品冰种绿，价值5100万。哇，林凡，看到没？我的这块原石可是极品冰种绿。胡少，一块极品冰种绿就这么高兴，你也该见见世面了。林凡，嘴硬是没用的。现在你有多狂，待会儿你就死得有多惨。哼，这个林凡也就这样了。价值5100万的极品冰种绿摆在眼前，他竟然还在嘴硬。他这牛吹的呀，我都替牛感觉疼。哥们儿，话不能这么说。万一等一会儿林凡开出价值更高的原石呢？开出价值更高的原石怎么可能？胡少开出的可是极品冰种绿啊！林凡，看见没？对面可是价值5100万的极品冰种绿。看来你要输给我这1个亿了。跟1个亿相比，我还是更在意你那1半的黄巴矿场股份。开始，给他开。怎么样，老王？是不是费时一块？啊，是至尊帝王绿，价值9800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是至尊绿？你看我干什么？胡少，这原石可是在你们金玉坊解出来的，也是当着众人的面切开的。怎么想赖账？你身为金玉坊的老板，这可有失身份呀！大家说是不是？是啊，胡少，林凡这原石开的没毛病啊，我可以给他作证。我也可以给他作证。 5个亿的赌注，拿来吧。胡宇峰，大家愿意来你们金玉坊来玩，是看中你们的信誉。今天这钱，你要是输不起，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不就是5个亿吗？这钱我给了。这卡里5个亿，密码6个0。多谢胡少啦。进门的时候，我一共发现了几十块极品原石，刚才只不过切了4块，现在就把余下的那些原石给切开。白少，这5个亿你必须要拿出2个亿来。凭什么？妈的！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跟林凡对上，输给他5个亿？现在呢，不但5个亿没了，就连金玉阁的声誉以后都要一落千丈。老子跟你要2个亿，多吗？林凡，你挑选的这些石头真的能开出帝王绿吗？林凡，你好厉害呀！夸我没用，记得把黄巴矿场的1半股份还给我。喂，你有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啊？就在刚刚，你可是赚了6个亿，还在乎那点股份吗？别赖账啊！
我感觉吸收了这些原石的能量后，皮肤的防御性增加了不少，就连刀子都划不破。走吧，去捡石头。嗯。林先生，你这几块原石不会还有至尊绿吧？必须的，林先生开了2块原石，每块价值都在4000万往上。胡少，有没有兴趣再赌一把？就赌我这13块原石里面能不能开出极品翡翠？哼！哇！极品正阳绿，价值100万呢！这怎么可能？哇！极品帝王绿，价值5500万！哇！极品冰种绿，价值7200万呢！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连开13块原石都开出了极品翡翠。哎，我记得金玉坊有个规矩，好像能回收顾客开出极品翡翠，也不知道我这些翡翠价值多少呢？一共是13块极品原石，价值6个亿。哦，好，6个亿，拿钱来吧。支付宝到账6亿元，多谢胡少了，我今天在金玉坊玩得很开心，回见。妈的，你个狗东西，别得意，老子早晚让你把这10多亿给吐出来！啊，对了，金玉坊的原石被我开采完了。大家以后要是想要再开出翡翠来，就只能换个地方玩了。林嘿，林少，现在可以给我分钱了吧？分什么钱？本钱是我出的，原石也是我选的，干嘛要分你钱？难道你不知道，小气的男人是不讨女人喜欢的吗？这话怎么听着似曾相识呢？这不是当初你教育我的话。说什么聪明的女人不讨男人喜欢？哎，行了行了，有钱。支付宝到账2万元。嗨，2万？2万还带路费的。对了，回头记得把黄巴矿场的另一半股份还给我。小气的男人，有女人喜欢你才怪呢。我去，我猜测的没错呀！吸收了原石能量之后，我的皮肤变得坚如磐石，也就是说，现在皮肤的硬度和力量都有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下一次升级应该是速度。还有这黄金瞳，现在能看到地下30米的黄金了。下一次升级之后，应该能发现地底的黄金矿了。林凡，你快来赤霞镇，这边刚发掘了一个古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说不定你能来捡漏呢。哎，好好，我现在就来。快挖快挖！月如啊，我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下个月我就让我爹去温家提亲啊！再说吧。哎，林凡，你来了。温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亲密了？这就亲密了，还有更亲密的。这就亲密了，还有更亲密的。哎，这个林凡不但本事大，而且长得还行，比王胜远那个舔狗强多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喜欢他了。温小姐，我跟你说，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会让你把黄巴矿场的股份还给我了。我跟你说啊，我林凡可是正经人啊，不吃美人计这套。小子，狗爪子拿走！他是谁啊？一个舔狗而已。我再说一遍，把你的狗爪子给我拿走！舔狗，滚远点！
王胜远，你也看到了，林凡是我男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再说向我家提亲这类话了。行，林凡、温月如，你们这对狗男女，呸！给我等着！哼，挖起来，快点！这就完了？好，完了。他是谁啊？王胜远，4大家族之一，王家的人。也就是因为你，我得罪了其他3大家族啊！先是黄八矿场得罪了白家，昨天又是金玉坊得罪了胡家大少，今天又是王家，你下次能不能换个人坑啊？哼，我是温小姐，你下次能不能换个人坑啊？那是因为我吗？那怎么能全因为我呢？这钱你也没少赚啊，是吧？再说了，这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刚才才让你冒充我男朋友的。你喜欢我呢，温小姐，这话怎么听得那么虚呢？你就说吧，拿我当挡箭牌，你打算付我多少钱吧？什么钱不钱的，多见外哈！不谈钱难道谈感情啊？也不是不行。你这个女人太聪明了，跟你一谈感情，我怕被骗得连裤衩都不剩，还是谈钱实在点。见外了，兄弟。温小姐，你练过呀？滚呐！得嘞。哎呦，你看还在挖呢啊！哎，你们说，这次能挖多少宝贝出来？在这个古墓中到底有多少宝贝啊？怎么还没挖完？让我用黄金图看一看。纵横交错的超级大金矿，价值1000亿元。我去，1000亿的黄金矿脉！温小姐，这赤霞镇属于哪家的势力范围啊？哼，林凡，赤霞镇属于坎达县的范围，坎达县的管理权呢，则是王家，而归属权呢，则是属于闵昂将军。王家、闵昂将军，这2家好像都跟我有仇啊，这下事情不好办了。可是不办又不行，这赤霞镇地下可是藏着一条价值1000亿的超级大矿啊！这座金矿我必须要得到。怎么，林凡，打算开发坎达县吗？我们白家可以跟你一起合作。林凡这个家伙可从来都是无利不早起，每次都能赚到盆满钵满。难道说他又在坎达县别的地方发现什么古墓了？也不是没有什么可能，毕竟这附近之前可是暹罗王朝的旧都。嘿，林凡就是要找合作人，也只会和我们温家合作。毕竟我们在黄八矿场合作的可是很愉快呢。林凡，你要是能和我们白家合作，之前黄八矿场那件事情可以一笔勾销。还有，你勒索白明凡的事情，我也可以让我爷爷不再追究。跟我合作？跟我合作？我说2位大姐，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开发坎达县了？哎，你们2个能不能先消停点？切！2位大姐，我什么时候说要找人开发坎达县了？你们俩能不能先消停点？切！王少，墓里的宝贝都掏出来了。好，既然这样，咱们这个土坑交易会就可以开始了。还是老规矩，每件宝物的价格1000万起步，价高者得。灵官窑青花瓷器，价值2300万元；附带铭文的青铜灯，价值1800万元；200年前的金丝龙袍，价值3000万元；战国青铜短剑，价值3100万元；滕王阁序手抄本，开设柳公权的巅峰制作，价值8亿元。单单是一个后人的手抄本，滕王阁序就价值8亿元。要是王勃本人当初写的那篇千古巨作，又该值多少钱？仅仅是1000万的起售价，这个手抄本绝对是血赚呀！仅仅是1000万的起售价，这个手抄本绝对是血赚。哼！这字体，点如坠石，画如夏云，端庄中见显端，严谨里藏风骨。一看就是柳公权的字体，怪不得能值8万元。只是这柳公权所手抄的滕王阁序，怎么会流落在缅国呢？林凡，这篇文章很值钱吗？我对书画没有什么研究，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是啊，林凡，这只是一篇没用的文章，根本就不值1000万。林凡，
你要不还是看看那些瓷器、印章吧，比如那个龙袍，看起来一定是个大宝贝。哼，他今天看上什么东西都没用，这是我们王家组织的土坑交易会，我是不会卖给他的。说的也是，就这玩意了吧？我看也不值1000万，不买也罢。这个林凡怎么这样？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正常情况下，我嘲讽他几句，他不就是要跟我说好话，最后加价，然后把文章买下来？他现在怎么转头就走了？他现在怎么转头就不要了？这个傻逼真当老子是冤大头啊！这可是在缅国，又不是在华夏，能认出柳公权字体的人没几个。我就不信，除了我，还有谁能发现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这件龙袍1000万我要了，我出1300万，我出1500万。这件龙袍的真实价值应该在3000万左右，我拍下来的价格很低，到时候利润就会越大。我出1600万。林凡，你也看中了这件龙袍？瞎喊一下。2000万。我出2200万。看林凡的样子，很显然就对这件龙袍不感兴趣。至于这2个大少，根本就是个棒槌。我出2200万，估计他们也不会加价。苏老出价2200万，白兄、胡兄，你们2个要不要加价？就算你们不喜欢，卖回去送给家里的老爷子，说不定他们也会喜欢呢。既然没人加价，那这件龙袍就是我苏海潮的了。林凡，你该不会还要跟我争吧？苏老既然喜欢，那就让个你吧。800万的利润全当卖给这个老头一个人情算，反正他上次还说给我3000万呢。哎呀！各位，这篇文章我虽然看不出什么来历，但是能够跟金丝龙袍、暹罗宫廷印摆在一起，肯定不是什么凡物。你们真的没人看中吗？这……哎，林凡，你刚才不是相中这个文书吗？这样，你随便加个价，我卖给你了。王少，你脑子怕是让驴踢了吧？1000万我都嫌贵，现在你还叫我加价？抱歉，这宝贝你还是留着吧。那你开个价？最多500万。500万？开什么玩笑？太低了，最少也要900万。抱歉啊，现在500万我都觉得贵，只能出400万了。林凡，你不要太过分了，400万，我宁可把文章烧了也不卖给你。那你就烧了吧。妈的，这个林凡真懂！早知道一开始他相中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应该直接卖给他了。王少，400万你到底卖不卖？不然兴许待会儿300万都不值了。好，400万卖你了，赶紧转钱。哎呀，哎呀，林凡，这篇文章有什么说法吗？虽然这字体很是苍劲，铁画银钩的，我看这底部连个印章都没有，估计作者也不是什么大家吧？苏老，这你可就错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柳公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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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那位华夏历史上公认的楷书圣手柳公权？不对呀，柳公权是华夏历史上书法造诣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他的作品不应该没有印章啊。苏老，这你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柳公权他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印章，所以这篇文章上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印章。哦，那林凡，你这篇文章4000万能不能转手给我？4000万？我尼玛！我把4000万的文章400万卖给了林凡。林凡，你这王八蛋，怎么每次运气都这么好？操！我刚才就应该把那篇文章买下来的。林凡，你还愣着干什么？3600万的利润，赶紧卖了吧。是啊，林凡，没想到这次土坑交易会，你才是最大的赢家。苏老，4000万的价格太低了呀。首先，柳公权是华夏鼎鼎有名的楷书圣手，他的作品如今存世的都没有几件。其次，这篇文章内容写的又是千古第一拼文，你觉得它只值4000万吗？林凡，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觉得这篇文章是什么价？8个亿。8个亿？最少价值8个亿。8个亿？林凡，你傻逼了吧？一幅破字画8个亿，你咋不上天呢？什么千古第一评文，千古第一书圣，你们大夏人只喜欢吹牛逼。好，8个亿我要了。不过一时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林凡，你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凑钱？
好，苏老，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要是凑不到钱的话，那这篇文章我只好交给嘉德拍卖行拍卖。哎，林凡，你走那么快干嘛？等等我。等你干什么？分钱啊！你别忘了，今天可是我打电话叫你来赤霞镇的。你赚了8个亿，不应该分我一点吗？这一次最起码分我1个亿吧。你看我长得像不像1个亿？切！哼，你别跑啊你！林凡，你想要赤霞镇的管理权，对吗？这件事情不太好办。赤霞镇那一带是闵昂的地盘。就是因为不好办，我才来找将军你的。只要将军能把赤霞镇的管理权交给我，我每年愿意给将军交1个亿的管理费。1个亿？这么多？但这件事儿还是不行。还是那句话，赤霞镇一带是闵昂的地盘。前几年因为抢这个地盘，我手下的士兵死了几百人，最后还是让闵昂那个王八蛋得手了。除了每年1个亿的管理费之外，我愿意再拿出1个亿来向将军你购买赤霞镇的管理权。将军觉得怎么样？这不是钱的问题。2个亿，2个亿虽然多，3个亿。林凡，虽然咱们是朋友，但我还是5个亿。好，林凡，你要是能拿出5个亿来，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要是闵阳的王八蛋敢不同意，老子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老子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个坤赞虽然贪心，但也是个守信之人。扔给他5个亿，总比跟王家闵阳合作强多了。跟赤霞镇下面1000亿的金矿相比，这5个亿倒是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亲爱的闵昂，我的好兄弟呀，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当然感兴趣呀。正好，我有事找你。没想到这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闵昂将军，这块原石出自有名的木纳老坑，在木纳老坑200年的开采历史中，能有如此品相的原石，也是寥寥无几。因此可以断定，它一定是价值连城。宫本先生的眼光，我还是相信的。那你认为这块原石能开出多少钱的翡翠来啊？至少30亿。至少30亿。30亿，哈哈哈哈哈哈！好，师傅，您既然说这个原石价值30亿，那它就一定值30亿。师傅，您可是东南亚一带赫赫有名的石王。我听说前几天你在金玉阁跟人赌石输了5个亿，没用的东西。等过段时间，我一定把这个场子给你找回来。多谢师傅，多谢师傅。怎么在哪都能碰见这货？师傅，就是他，前几天在金玉阁赢了我5个亿。坤赞，坐坐坐。哈哈哈哈。闵昂，这就是你说的极品原石？没错，宫本先生已经估算过它的价值了，至少价值30个亿。这块原石皮色正宗，胶感强烈，磨砂干净，从外表上看，的确是一块难得的极品。再加上宫本先生的肯定，它的价值肯定做不了。多谢坤赞将军夸奖。我听说林凡先生对赌石也颇有研究，不知道你怎么看？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用眼睛看呗。极品至尊绿原石，价值13亿元。坤赞将军，我觉得这块原石不值30个亿，撑死了也就13个亿。林凡，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师父的赌石技术也是你能质疑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师父在东南亚赌石界的名声。八嘎！林凡君，你是在挑衅我？又是你！上次就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林凡，别乱说话，
这宫本一流的赌石技术，那可是冠绝东南亚。经过他过眼的原石，价值十有八九错不了。多谢坤赞将军提醒，是你非要让我说的，说了你不信。年轻人嚣张跋扈，学了一年赌石技术的皮毛，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那好，既然你说这块原石价值只有区区13亿，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有什么不敢的？那好，等下切开这块原石，它的价值是30个亿，算我赢。如果原石的价值只有13亿的话，算你赢，怎么样？如果原石的价值只有13亿的话，就算你赢，怎么样？可以啊，赌什么？你是晚辈，我也不欺负你，就赌5个亿。你要是输了，就把前几天在监狱访问我徒弟那5个亿给吐出来。林凡，你不想赌的话可以拒绝，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哎，多谢将军，我其实吧还真想跟他赌一把的。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师徒俩都是穷逼，区区5个亿也好意思说得出口。那你想赌多少？50个亿。哦，林凡，你还真是吹牛逼不嫌牛疼啊！50个亿，你真的能拿出来吗？就说你们俩敢不敢吧。切，穷逼，一看你们就拿不出50个亿。行了，赌10个亿吧。好，就赌10个亿。明昂将军，我请求现场开始。坤赞，这块原石30个亿，有没有兴趣啊？我兄弟林凡说了，这块原石只值13个亿，还是算了吧。好，开始。哎，林凡，你真能拿出50个亿出来吗？不能。那你刚才就是看这小本子不顺眼，我就挤兑他一下。狡猾的华夏小子。桑巴，怎么样了？将军，你自己看。这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继续去！继续去！林凡，佩服。这块原石只有1/4的体积是极品至尊绿，所以林凡先生说的没错，它的价值应该在13亿元左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宫本，我看你就是太老了，眼力不行了。来吧，10个亿。八嘎！林凡，一点良心，他哪里坏了？一定是你对这块原石动了手脚，对不对？宫本先生，林凡是我的人，你这是要打算赖账吗？不敢，不敢。林凡，这场赌局是你赢了，这还差不多。胡玉峰，这次输了10个亿，你必须拿5个亿出来。啊！妈的，又让老子出钱！明明是你技不如人，输了10个亿，最后却要我承担一半。走。林凡兄弟，你这赚钱的速度太让人羡慕了，这一会儿赚了10个亿。这还得多谢坤赞将军帮我出头啊！哎，你刚才也不是帮我省了17个亿吗？要不然呢，刚才我就花30个亿买那块原石了。我没想到这块原石只值13个亿啊！哎，这些都不重要了啊！我今天来呢，除了原石的事情以外，还要我跟你商量一下赤霞镇的事情。赤霞镇那是我的地方，你想干什么？明阳，你不要紧张，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宣战的，只要你肯把赤霞镇那块地盘让给我，我分你2个亿，怎么样？2个亿，坤赞，你还真舍得出钱呢。我想问一下坤赞，你想要我的赤霞镇干什么？啊，我的这位兄弟林凡，他想要开发赤霞镇，所以委托我来谈。你就是这小子几次3番坏我的好事，如今还想要赤霞镇，简直是异想天开。抱歉，我的赤霞镇暂时还没有出手的打算。娘，不要这么固执嘛！你手底下几百个镇，一个赤霞镇也不算什么。你要是嫌钱少啊，我再给你加1个亿，怎么样？坤赞，我说过，赤霞镇我没打算出手。
赤霞镇我没打算出手。明阳，你这个态度让我很不爽啊！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调一个团的士兵过去进驻赤霞镇？坤赞，哼，我是被吓大的吗？你有种的话，就把你的士兵往赤霞镇上扎，你看他们有没有命，活着走出去！哼！将军，你不会真的攻打赤霞镇吧？如果真的这样，到时候会死很多人的。妈的，没想到闵阳这狗东西这么强硬，这仗打不起来的。怎么说？闵阳这人呐，我还是很了解的，他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等明天我把一个团的兵力调进赤霞镇，再给他施加压力，再给他加些钱，他会主动找我谈的。那就好。不过什么？不过得加钱呐。你看，我帮你拿下赤霞镇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是不是？将军，你放心，只要你帮我拿下赤霞镇，以后啊，我每年给你2个亿的管理费。我的好兄弟，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好。在看什么？没什么。我猜是看曾经的自己。2个月以前，你和他们一样，是黄巴矿场的矿奴，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白家杀掉。2个月后，你代替了白家，而且跟坤赞将军的关系极好，就连缅国4大家族都不敢把你怎么样，对吧？温小姐，怎么？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多谢夸奖。对了，你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当然是来给你送黄巴矿场另一半的股份了。我可不像某些人，是只肯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主。我听着，你明显是在内涵我。看来你也不笨嘛。对了，你不是想要赤霞镇的经营权，需不需要我帮你出面谈？不用了，我已经找坤赞将军帮我了。你还真是一口汤都不肯留给我喝。林凡，我刚得到消息，白明凡、胡宇峰、王尚远他们3个人带了大量人马去黄巴矿场找你麻烦去了。白明凡会来我的矿上？好的，多谢白小姐的消息了。放心好了，白小姐，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会留白明凡一命的。喂，白小姐，怎么挂了？林凡，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呢。什么意思啊？你该不会以为白敬亭是真的喜欢你，担心你，所以才出卖白家的利益，特意通知你的吧？我当然知道，我又没有那么自恋。看来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白明凡3人来找你麻烦，而白敬亭特意打电话通知你，很明显就是告诉你，这3个人最好永远留在黄巴矿场。你是说，白敬亭是想让我除掉他们？当然，白明凡死了，他白敬亭就是白家唯一的继承人。这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你又不是没见过白敬亭杀人，这女人向来心狠手辣，而且他们兄妹2个任谁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这在4大家族的圈子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不过白明凡死了也不见得是个坏事，白敬亭掌管了白家之后，白家自然不会和你作对，具体你到底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好，我知道了。老马，老马，哎，老马，等会有人来黄巴矿场找我们麻烦，你拿出咱们从坤赞将军那弄来的 RPG。行，我这就去拿。这次必须弄死林凡！妈的，敢坑老子5个亿，今天弄死他了！对，弄死林凡。要是让他活着，我胡家的赌石生意算是彻底完了。该死的狗东西，还想惦记我王家的赤霞镇，简直该死！没错，在他死之前，必须好好折磨他一番，把他之前坑老子的钱给吐出来。对。林凡，没想到你跟坤赞将军的关系这么好，连 RPG 单发火箭这种珍贵的东西他都卖给你。废话，这玩意贵得很，一发就1000多万，要不是为了自保，我才舍不得下本钱呢。林凡，我发现你倒是很有做军阀的潜质。我吗？哎，来了来了！我去，他妈的人是真够多的！你给老子滚出来！出来！
滚出来！老马，有没有信心一发给打中？必须的。上！我操！这什么东西？一发击中，不错啊。看，林凡，我猜的没错。老子把军队拉到赤霞镇不到3天，那闵昂就乖乖来找我们谈了。没想到那闵昂怂得这么快。不过呀，还是坤赞将军你神勇。还是你小子会说话呀！把合同签了，赤霞镇的30年管理权就是你们的了。雷凡，我每年不会白拿你2亿的管理费。从今天起，我在赤霞镇留下1个营的兵力来帮你守卫赤霞镇的安全。太好了，这下赤霞镇下面那座价值1000亿的金矿就彻底属于我了。